不错不错，你小子竟能逼得老夫起身了。老杨头，你的要求我做到了。5年前，你龙家遭遇不测，你爷爷龙傲曾与我有恩，他托付我护你周全。如今你尽得我的功力，正好你也服刑期满，你出狱去吧。老夫与你龙家从此再无牵扯，两不相欠。等我出去后，定想办法救你出这锁龙岛监狱。救我出去？我若想出去，还没有人能困得住我。多年前，老夫就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在外面已经感到没什么意思了。我躲在这里，求个清静。既如此，后会有期。等等，接着，这是你爷爷临终前嘱咐我交给你的东西。5年前，我龙家遭神秘组织灭门，我虽逃过一劫，却身陷牢狱。此子有些天赋啊，他日必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如今我已是一品无存，假以时日，他若成长，那老夫又有的玩了。定要查出幕后仇人，让其血债血偿。叶将军，只需再换一次药，叶帅的伤即可痊愈。多谢张神医了。不必客气，叶帅为我国镇守南疆而负伤，这是我该做的。女儿啊，听探子来报，龙家那小子出来了。依我看，父亲不必着急，龙家的事非同小可，不如先暗中观察一番。想要获得我叶家的注意，得看他龙九晨有没有这个能力。龙九晨，我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就是为了这一天。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小姐，锁龙岛监狱传来消息，龙九晨出狱了。锁龙岛监狱可是虎穴狼巢，多少枭雄豪杰都有进无出，没想到这个纨绔居然能活着回来。探子还传回消息，明日龙九晨要去破浪山祭奠父母，我们视作趁死之仇。让王教头带人盯着他，若他没有威胁，便不用动力；若他发现了什么，便杀了他。老爷，夫人，老爷、夫人，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少爷终于回来了。爸，妈，孩儿来看你们了。当年你们惨死，孩儿也被陷害入狱。如今孩儿归来，是要查出害我龙家的凶手。此人窥视良久，是个高手，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老爷，曾是我大夏北凉王，战功赫赫，威震天下。可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是我无能啊！我们照顾好老爷。少爷，德叔，我龙家一夕遭难，树倒猢狲散，所有人都离得远远的，生怕扯上关系。要不是你守在这里，我父母的坟头恐怕早已荒芜了。你不必愧疚，是我龙家欠你的。少爷，你折杀我了！我是龙府管家，老爷和夫人人间对我有恩，这是我该做的啊。
不得进。少爷，怎么了，少爷？我父母的遗体怎么不见了？什么？这不可能啊！为了确认，我要挖开这座坟。住手！少爷小心！煽动北凉王坟墓者，杀无赦！你是何人？下地狱为阎王去吧！那是龙介。我操！香，你不会有毒吧？很多女杀手都喜欢在身上淬毒，杀人于温柔乡。参见主人。你是何人？意欲何为？我叫青鸾，刚才多有冒犯，还请主人恕罪。什么青鸾红鸾的，少爷要小心啊！他肯定是等您放松警惕后，然后行刺于你。胡说，青鸾才不会偷袭主人。我呸！什么主人啊？我们都不认识你。少爷，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你一定要小心啊！主人容禀，我乃龙帅麾下4大密使，你手中这枚龙戒是唤醒我的唯一凭证。4大密使，那可是爷爷最神秘的杀手锏，除了他老人家，谁都不曾见。怎么只有你？还有3人呢？禀主人，我们4大密使从不相聚，也互不相识。龙帅临终前曾叮嘱我，谁拥有这枚龙戒，谁就是我们的新主人。主人不管让我们干什么，哪怕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爷爷曾亲自告诉我，此乃绝密。看来他真的是爷爷的4密使之一。起来吧。你刚才说，我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做什么？是。少爷风流成性，又在监狱编了整整5年，面对此等绝色美女，他该不会是想要那个吧？可现在是在老爷夫人的坟前呢。哎呀，少爷，这地方不合适吧？啊？不合适吧？主人若不自重，得到的只会是青鸾的尸体。你们想什么呢？我是让你挖坟。挖坟？没错，给你10分钟，挖开这座坟。少爷，不可啊！这可是老爷和夫人的坟墓。少爷虽说纨绔，但确实很孝顺，怎么现在像是变了一个人？怎么？这……你想违背我的命令吗？青鸾不敢，主人做事自有他的道理所在，我不该过问原因。不行，少爷，这坟不能挖，我不能让少爷背负这不孝的名声。德叔，若我不能找到我父母的遗体，揪出害我龙家的仇人，才是真正的不孝，愧对龙家。王教头怎么办？好像被那龙九尘发现了什么，咱们干掉他吧。别急，稳住，一会儿听我指挥。主人，坟已经挖开来了。完了，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少爷这不孝的罪名就被坐实了。不行，我得想办法。主人，如你所料，坟内空空如也，连具棺材都没有。这怎么可能？果然，我的神识感应没有错。可究竟是谁挖走了我父母的遗体呢？不可能啊！当初我可亲眼看见老爷和夫人下葬的，是谁这么大的胆子？不仅将老爷和夫人的遗体给弄走了，就连棺材也拖走了。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那就只有受死了。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对我主子无礼！送你们下地狱的人。这些人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我挖坟后出现。他们定与我父母遗体失踪有关。青鸾，拿下他！动手！龙家这纨绔哪找来的高手？没想到今天在他手里了。哟，这不是秦家的王教头吗？别来无恙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废话少说。青鸾，我记得你们密使都有一招，叫分金破骨手的逼问手段，是吧？是的，主人。至今还没有人能在青鸾手里撑过3回合。那还等什么？给王教头松松筋骨。
我求你们，我说，你为何要来杀我？还有，我父母的遗体在哪儿？是大小姐派我们来的。秦子清，这女娃也太狠毒了！少爷，你可是她的未婚夫啊！你他妈挤牙膏呢？我父母遗体呢？他妈挤牙膏呢？我父母遗体呢？这安澜，你还想再尝一下分金错骨手的滋味？不，龙少爷，你父母遗体，我确实不知情啊，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这里面牵扯太多，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够知道的。我敢发誓，这无论如何，这事和秦家脱不了干系。少爷，在海城，若是有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将老爷夫人遗体弄走的，只有秦家了。主人，赵管家说的在理。自从龙帅去世以后，我就时不时来此处暗中祭奠北凉王，可没想到的是，这里竟然没有北凉王的遗体。青鸾惭愧，还请主人责罚。少爷，是我没保护好老爷夫人遗体，我罪该万死。行了，都住口，别动不动就请罚，罪该万死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我父母遗体，让他们入土为安。是，该怎么做？还请主人吩咐。我没记错的话，今日是秦家那老东西的寿诞，来而不往非礼，我也要送秦家一份大礼。你好，这是我们的寿礼。秦老爷子，福如东海。气派啊！谢谢谢。不愧是秦家。好久不见，还是秦家过主。你也是，干杯！看着多气派。上次那个合作，来干杯！来，爷爷，今天是您80寿诞，父亲镇守北凉赶不回来，孙女代替父亲，祝您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爷爷，宾客已经到齐了，您说几句开宴致辞吧。老爷子可是走了，这次的项目还要报给你们。感谢诸位在百忙之中参加我这个老头子的寿宴，我秦震万分感谢。我宣布，等等，谁啊？这是谁啊？这是什么来的？龙九成这个纨绔居然没死，王教头这个废物，怎么还被对方给抓住？哎，这不是龙家那个纨绔子弟吗？他什么时候坐牢出来了？之前秦龙两家结亲，龙家落魄了，秦家做壁上观，两家不早就不联系了吗？依我看，这个龙九臣这次是来者不善呢。龙九成，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还不赶紧滚出去！此今来者是客，不可无礼。还是秦老师大体配得上我这份礼物。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呀？哎呦，这么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故弄玄虚。洞中说是明火广的，挑衅吗？这龙九臣胆子太大了。龙九成，你找死！啊，别激动，你要是想死，就尽管砸。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所有出入口被封死，这落地中内填满烈性之力。你要是一不小心，这燕王军所有人都得见阎王。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可以试一下。小姐，千万别动，这个混蛋说的都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他们填做的炸药。大不了我跟你同归于尽。不要！混蛋！大不了我跟你同归于尽。别动！劝你别乱动。海城的所有精英都集中在这宴会厅，你说，我要是不小心按下去，你们秦家的锅可就背大了。想威胁我？没门儿！哎，停下，子清，别冲动。龙家这小子出了名的纨绔成性，若这样让他疯起来引爆炸弹，我秦家可就完了。秦老，您德高望重识大体，要为我们的安全负责呀！秦老，老子今天是在这里出了事儿，秦家脱不了干系。就是，这是你们秦家和龙家的恩怨，别把我们牵扯进来嘛。诸位，请放心，我秦震一定保护大家的安全。子清，快扔啊！爷爷，听话。秦老，你可要说到做到。龙九成，你个混蛋，想干什么？说吧，
我父母遗体你们弄去哪儿了？你父母的遗体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少他妈装蒜！这王教头是你秦家的人，他奉了你的命令，将我杀人灭口，还想抵赖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既然如此，大家一起去阎王殿吧！不要！我的耐心有限，最后一句，把我父母弄去哪儿了？什么？秦家竟然干出这种事情了，也太恶心了吧！这龙九晨是条汉子，这事放我身上，我也会拼命。你父母遗体失踪，真的不关我们秦家的事。秦家和龙家再怎么说也是世交，我要你父母遗体干什么呢？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吧？子晴，你说吧。龙九晨，你我二人虽有婚约在身，但海城人尽皆知，你纨绔梦了，我不想嫁你，所以才派王教头去刺杀你，仅此而已。怎么回事啊？你父母遗体什么的，别想赖在我秦家身上。仅此而已。子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九晨是你的未婚夫，你们两个就算不想在一起的话，也应该光明正大的解除婚约，从此两不相干。这种东西倒是挺会和稀泥的，不过他们越是如此，越是证明秦家有鬼。少废话！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答复，你们秦家就此覆灭！放肆！犯我秦家者，杀无赦！犯我秦家者，杀无赦！秦将军来了，龙将军得少尉青睐，此番可谓是王者归来啊！太好了，这下我们有救了。父亲80岁寿诞，孩儿不孝，军务缠身，现在才赶回来，特献上玉如意一柄，祝愿父亲福寿安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哦，好，好啊。这儿你回来的正是时。爸，这龙九晨不仅破坏爷爷寿诞，更是威胁在座宾客，赶紧将他抓起来，军法从事。我当是谁？原来是龙家小子！你大闹我父亲的寿诞，究竟是意欲何为？爸，这龙九晨无事生非，非逼我们秦家承认动了他父母的遗体，若是不从，就要拿这钟里的炸药炸死我们！荒谬！小心啊，爸，这里面可是烈性炸药！老子久经沙场，什么场面没见过？一具诡计，岂能瞒得住我？没炸呀！不愧是秦大将军，有勇有谋啊！什么？连我也被骗了？将军，带回3000镇北军，已将酒楼团团包围，你等束手就擒，死罪可免。主人，一会儿你先走，我来断后。我倒要看看，我龙九晨要一个，谁能挡得住？这小儿自寻死路！家主救我！王丫头，竟然在本将军面前动武，找死！回来了，我直接废了这小子，再将其囚禁起来，慢慢审问。家主，将军都被他打倒了。他的武功竟然不在我之下，这怎么可能？爸，你没事吧？这小子居然有这么高深的武功，您都不是他的对手。只是2品武宗啊，竟然被龙九晨给打败了。难道说龙九晨是1品武尊？整个大圣，武尊那是屈指可数的。龙九晨这纨绔，平时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吗？怎么一下子变强的？主人，只要你能制服他，我再用分金挫骨手，他不敢不说。你敢！家主，这个女人手段歹毒，切不可掉以轻心啊！不如让门外的3000镇北军冲进来，一人一刀，绝对将他们砍成糟子。镇北军是我的底牌，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动。主人，事不宜迟，得尽快定夺。秦战此人，老成隐忍，逼问手段对他无用，
若真弄死了他，岂不是断了线索？不如且退，从长计较。罢了，我们走吧。站住！你们破坏我爷爷寿诞，若不跪下道歉，再留下一只手，谁也别想走！你们破坏我爷爷寿诞，若不跪下道歉，再留下一只手，谁也别想走！秦家主，这也是你的意思吗？让他走。爸，不能啊！您可是镇北将军。住口！秦将军，爸，你怎么了？爸！快叫医生！少爷，你回来了。5年了，我终于又回家了。少爷，您受苦了。对了，少爷，老爷夫人的遗体有下落了吗？秦家承认了没？事到如今，秦家还百般遮掩，越发证明此事不同寻常。这其中的牵扯绝不简单。我明白了，主人，您是想退到幕后，然后再暗中查他。不愧是爷爷的4大秘史之一，果然一点就通。主人，还有一件事，青鸾应该告诉你了。什么事？龙帅临终前曾密诉我，在北凉某处，他留有10万镇北军。什么？爷爷还有这等大招？这些镇北军都是跟随龙帅已久，可以说是龙帅的亲军也不为过。而调动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龙帅的虎符。虎符在哪儿？爷爷告诉你了吗？没有。看来当务之急，要先找到虎符。怎么了？还有一事，北凉王被神秘组织所害，或许有京都势力的参与。龙帅临终前曾查到一些线索，可他走后，这些线索却不翼而飞了。你是想说，我爷爷的死并不简单是吧？正是，我一直在暗中查他，可无形中似乎有一股力量一直在阻断，导致于我现在还调查无果。那些陷害我龙家的种种阴谋，我都会一一查清楚。老爷夫人，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少爷他终于长大了。青鸾，这段时间你盯住秦家，有任何消息立马汇报。是。爸，您终于醒了。龙九成那个废物竟然敢打伤你，他真是该死。那小子竟能伤我心脉，我饶不了他。奇怪，我怎么会没事呢？我们请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多亏这位李少的丹药，才能修复好您的经脉。秦战，多谢李少赐药。这位是京都李少。爸，子期，快过来请礼。快！秦老，就不必多礼了。这不是折煞小妹吗？李少问问而已啊，雍容贵气，不愧是京城李家的继承人呐。不知李少前来有何指教？龙九晨的事情，我已经有所了解。既然如此，那屠龙计划便正式开启了。李少，这是李家主的意思。秦将军，我父亲命我至此，就是全权处理龙九晨的事情。还有，你别忘了，我可是李家唯一的继承人。遵命。秦小姐，起来吧。多谢李少。李少若能看上子清，那我秦家可就飞黄腾达了。秦将军，起来吧。李少，我3000镇北军现已驻扎城外，如有需要，我立马调回城内，开启你的屠龙计划，击杀龙九琛。少爷，最近你老打喷嚏，估计是谁在想少爷吧？喂，什么？你今晚的飞机到海城？石玉，你可别任性啊！喂，少爷，方小姐可是对你
一片痴心啊！你刚进监狱时，方小姐在海城整整哭了3天，眼睛都哭肿了，最后还是方家主出面将她领回去了。可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哎呀，少爷，方小姐毕竟是你的青梅竹马，知根知底，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不是说她有问题，秦家对我虎视眈眈，我不想她卷进来。少爷，秦家若是对你不利，我就和他们拼命。德叔，你放心，区区秦家奈何不了我。但是，他背后的势力恐怕没那么简单。少爷，您不必担心，秦家不是有青鸾盯着呢。经我在寿诞上一闹，恐怕秦家已经等不及，要配合起背后的势力报复我了。那少爷，那您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吗？您还是出去躲一躲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况且恐怕暗中还有不少势力都盯着我呢。叶帅，幸不辱命，您的伤已经痊愈了。多谢张神医，请。女儿啊，听说龙九晨那小子大闹了秦镇那老东西的寿诞，还全身而退，有点本事啊。虽是如此，但女儿觉得还是再观察一二，再做决定是否收取。龙九晨，过不了多久，我会去找你的。李少，你就请下命。屠龙计划并非那么简单。秦将军可知，龙家有一支10万精锐，藏在北凉某处。若是能将这10万精锐收入囊中，父亲在京都的大事也能多一分胜算。什么？龙家居然有如此绝密之事？晴儿啊，怪不得你接手北凉以来百废待兴，原来那支精锐被龙家秘密藏了起来。李少，龙家不是已经被灭门，只剩龙九晨那个废物了吗？那他这支精锐现在谁在掌管？秦小姐，你果然冰雪聪明，一语中的呀。李少过誉了。这支精锐现在无人统领，所以谁能拿到龙傲的虎符，谁就能掌管这支精锐。虎符，我们从何找起？虎符定然在龙九晨身上，所以真正的屠龙计划是接近龙九晨，骗取虎符之后，再斩草除根。龙九晨武功如此高强，我们也不好接近他呀。简单，派他去就行。啊？什么？我去？没错，就是你。李少，我女儿不会武功，怎能担此重任？要不要换一个人？不行，别人都不行，秦小姐是最佳人选。李少这话，子清不懂。龙九晨风流纨绔，秦小姐美艳非常，且与他有婚约在身。秦小姐可以以此为借口接近龙九晨，我相信以秦小姐的美貌与智慧，一定能搞定龙九晨，套取虎符所在。人家可是堂堂海城第一美女，拿捏个龙九晨，还不是手到擒来？不行，子清若是失了身子，可就失去了加入李家的机会了。李少，派小女去献美人计，可若万一……我相信秦小姐定能不负众望，且保全自身。多谢李少赏识。秦小姐，待你功成归来，你就是我李家第一功臣。到时，我定会向家父提出3媒6聘、8抬大轿，娶你为妻。好，望李少不可食言。
一言为定。诗韵，你不是8点的飞机吗？怎么这么早到？你个坏蛋！我都恨死你了！我要咬死你！这场梦会自动退出，醒来后挽留你家。别哭了。你还真是，还跟小时候一样，动不动就咬人。陈哥哥，你是坏蛋！为什么你出狱了不告诉我？害得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为了早点见到你，我还特地改签了机票。诗韵，我有苦衷的。反正我不管，我跟我爸已经闹掰了，我要跟你在一起。胡闹！我这么危险，明天一早我就买机票送你回家，你跟伯父道个歉，他那么宠你，会原谅你。你敢！你别乱来，把头放下。你要是敢给我爸打电话，或者送我回家，我就死给你看！你先把头放下。我不，除非你答应我。诗韵虽然外面脆弱，但内心巨大，绝对的说得出做得到。算了，先让他留下来吧。好，我答应你。陈哥哥，你真好，谢谢你。德叔，哎，少爷，帮诗韵收拾一间客房。哎，好的。等一下，德叔，我自己来。我还要住陈哥哥隔壁那间。少爷，方小姐还跟以前一样，虽然他父亲是全国首富，可他却没有半点架子，而且对你是一往情深啊。行了，德叔，您别闹了，快去搬木堂吧。我身负血海深仇，双手注定不干净，又岂能身负家人？莫非是秦家派来的杀手前来刺杀？不对啊，没有杀气，难道是诗韵？小时候就爱梦游，这毛病现在还没治好。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哇，有情况！奇怪，我心里怎么有股酸酸的感觉？主人，对不起，我来的是不是不太是时候？哦不，你来的正是时候。主人原来喜欢这样的。你干嘛？主人，不是你让我……我让你帮忙，把诗韵弄回房间去。她在梦游，小心别惊醒啊！对不起，陈哥哥，我又梦游了，没吓着你吧？没事。对了，秦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主人，秦家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好，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奈我何。秦家那边使用的是美人计。什么？龙哥啊，你看我美吗？抱歉啊，你这样子太搞笑了。堂堂秦家大小姐，穿成这样，搞得跟上门服务似的。龙九晨，你别太过分了！你不是为了嫁给李胜，谁理你个死废物！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来干嘛？龙哥啊，我们还有婚约在身呢，你可是人家的未婚夫呢。你老鹰打饱嗝，小鸡儿吃多了，好好说话。龙哥啊，人家可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怎么这样对人家？陈哥哥，这就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这审美也不怎么样。你算什么东西啊？不过是龙哥的青梅竹马，一个跑过来倒贴的贱货，也配这么和我说话？我怎么变得这么冲动了？该不会影响到主人的计划吧？接着打我！你个狗奴才，我娘今天和你没完！够了！龙哥，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就这么被奴才打了，丢的可是你的脸面。不好，主人生气了，都怪我太冲动了。青鸾认罪，还请主人重罚。老娘果然魅力无穷，刚来就离间了他们主仆二人，这样下去完成任务指日可待。陈哥哥，青鸾姐姐是为了帮我出气，你有什么惩罚冲我来。主人，我说过，别动不动就下跪。还有，你没错。龙九晨，你在干嘛？你这样赏罚不分，难以服众。秦子清，你给我听好了，你虽然是我未婚妻，但他们二人比你大，也比你先，你得乖乖叫他们姐姐，还得服侍他们。老娘堂堂秦家大小姐，嫁你龙家已经是给你脸面，你还要我做起？龙九晨，你混蛋！你错了，不单单是做小，而是1、2、3，最小的小三。龙九晨，我不叫你千刀万剐，难解我心头之恨。这就受不了了，怎么做未婚妻？回去吧，你有缘分已尽。不行，我不能失败，我是……能，龙哥，我能受得了。龙哥，吃苹果吗？我削皮。龙哥，看，不行的，这样不合礼节，不行的。你可是我未婚妻，早晚都要行周公之礼，不如就现在。陈哥哥入戏也太深了吧，秦子清真是占便宜了。方小姐，主人他自有分寸，您不必担心。为了任务，我忍。龙哥，你先别着急嘛，我还有好多问题呢。问个屁！我还能让你得逞吗？传销1个值千金，有什么问题，日后再说。来吧，小宝贝。我受不了了！龙九晨，你个废物，根本就不配碰我的身子，我的身子可是要留给李少。好，果然是狗肚子装不了2两香油。我稍微一激，你就什么都说。我故意的。不然，你真以为我会喜欢你这个蠢货？给我等着，李少不会放过你的。龙九晨，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像狗一样跪下来求我。陈哥哥，秦子清这个女人这么坏，你什么时候和她解除婚约啊？婚约？谁在乎？婚书我早都扔了。太好了，这下陈哥哥是我的了。主人，据我所查，秦子清就是来骗取虎符的。他知道虎符的下落，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你知道而已。秦子清任务失败，秦家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的，很可能会使出下三滥的手段。那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段时间，你把握好方世玉，防止秦家搞基跳墙。是。废物！当初你是怎么承诺本少的？
完不成任务，你还好意思回来？我孙女虽然无能，今天在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暂且饶恕她吧。李少，暂且饶过小女，让其戴罪立功。行了，都起来吧。快起来！李少，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不惜一切代价，找几个好手，直接拿下龙九镇。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巴。李少英明，此事交由我来处理，保证让李少满意。什么一贫五尊，在我唐门迷药面前，也不过如此。哼哼，妈的！这人晕倒以后怎么这么壮？费老子好大力气！不对呀，这人怎么这么馋？莫非他没有中招？不好！我唐门迷药独步天下，你竟然能躲过，还算是有点本事。废话少说，解药拿来。解药？什么解药？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青鸾，主人神机妙算，青鸾的归西术还差点火候，再加上这毛巾舞鼻，得亏没让这贱人得逞。世运和德叔不会武功，接中了迷药之毒。他说没有解药，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你想干嘛？分筋错骨手，听过没？你要是识相点，赶紧交出解药，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逼供神技吗？别，我拿出来还不行吗？这还被点穴动不了了，那解药就在我口袋里。那美女，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唬你的嘛。主人，是真的。去吧。哥，你看我这解药也都交出来了是吧？要不你就放兄弟一马呢？说吧，谁派你来的？这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报出雇主的性命，这不太好吧？你不说我也知道，秦家，是吧？大哥，这可不是我说的，你可真是冰雪聪明，哦不，是个绝顶聪明。你这些吉祥话留着去局子里说吧。你想送我去巡捕房？没门！鲍鱼溜滑梯，去死吧！去死吧！我操！拿来吧你！陆九成，你无耻啊！这是我唐门至宝，你还给我！这些话留着去局子里说吧。你还真想送我去巡捕房啊？不，江湖事江湖了。龙九成，你玩不起呀！你收受钱财，杀人未遂，等着去局子里捡肥皂。青鸾，送他去巡捕房。龙九成，你混蛋！你不得好死！陈哥哥，你没事吧？你吓死我了！没事，送你个防身利器。这是什么呀？这叫暴雨梨花针，按这儿一剑发生，最适合你这种没有武功的人防身。你说好了？谢谢陈哥哥，你对我真好。时运，时候不早了。陈哥哥，你不喜欢我吗？不，没关系，陈哥哥，不管你有什么苦衷，我都等你。时运，抱歉。
我去开。爸，你怎么来了？我是不会跟你……爸，你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呀？说一声让你有时间藏起来吗？方伯伯，路途劳顿，请坐下来喝杯茶。小子，我是要坐下，好好和你聊聊时运的事儿。请。爸，我不管，我就要跟陈哥哥在一起。谁说我来是带你回去了？我不听，我不管，我就不走。爸，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女大不由爹啊！既然你喜欢龙小子，爹不逼你了。方伯父，我身负血海深仇，恐怕不能给时运幸福。希望……胡说！陈哥哥，你胡说！我说过，你要是再赶我走，我就死在你面前。行了行了，你们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我都不管，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我女儿的安全。爸，你放心，陈哥哥会把我保护得很好的。龙小子，听说你被秦家针对了是吧？这次我带来了天榜前10名高手，当然了，除了第1名，剩下的9名全来了。他们已经隐藏在了你家外面，时刻保护着这里。不愧是全国首富，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太好了，有他们在，陈哥哥你就安全很多了。时运，这9大高手和青鸾全都用来保护你和德树，不是我自大，能伤我的人还没出生呢。混账，都是些废物！你不是说此事交由你没有问题吗？龙九晨呐，我要的虎符呢？李少，莫生气，当务之急只有请那位出手了。你说的是谁？天榜第1的莫奇。是啊，听说他已经达到了1品5尊中期，一个小小龙九晨定能够轻松拿下。此人现在在哪儿？如此这般高手，又岂是钱财能请得动的？李少，请放心，这莫奇早年受我秦家恩惠，这次老朽亲自去请，绝对能让他出手，助我等一臂之力。是啊，那我等大事皆托付于秦老。主人，这别墅附近连鸟都少了不少。那当然了，有我爸请的9大高手在，看谁还敢来找茬。你们猜，为什么方伯父请了9大高手，唯独没请第1高手？您的意思是，第1高手被人请走了？这也是我的猜测而已。就算如此，有青鸾和9大高手在，你们的安全也不成问题。莫大师，别来无恙。这是我当年给出的信物，说吧，有何相求？王莫大师出手帮我废除一个人的武功，但留下活口，交由我秦家处理。谁？龙家，龙九晨，此子乃1品5尊，唯有天榜第1您方可将之拿下。众所周知，天榜第1本应属于邪神的，但当年他醉心于武功，打败天下无敌手，便选择了隐居，如今不知所踪了。所以天榜第1的你才是实至名归呀。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只是个卖唱的。天榜第1的名头，我实在是不想背负。做完此单，我与你秦家便两不相欠了。
方小姐该出居了。啊？有杀气。1个、2个、5个、8个、9个。主人，不好，外面的9大高手已经全没了。短短时间内有此能力，只有天榜第一。您是想说莫邪？没错，他来了。少爷，你快走！我就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拖住那个杀手。陈哥哥，德叔说的对，我也留下来。我是全国首富的女儿，他不敢杀我。主人，我一定拼尽全力为您争取时间。龙九晨，老夫的目标是你，望你切莫自误。需要女人和老人为我挡枪，那我龙九晨还是男人吗？陈哥哥，你现在不能意气用事啊！是啊，少爷，你快走吧。放心吧，区区天榜第一而已，伤不了我的。可是，青鸾，我在。听我的话，保护好诗韵和德叔，不许出来，这是命令。是，青鸾将誓死执行。陈哥哥，你干嘛？你放开我！我就算死，我也要跟你在一起。少爷，你就让我这把没用的老骨头再为你做点事情吧。哟，还是个急性子，看来我该赴约了。2个时辰后，你们2人的穴道自会解开。陈哥哥，陈哥哥，少爷。哟，这不是天榜第一，莫喜莫老前辈。气息平稳，临危不惧，是个人才。不过可惜了，莫老前辈的音乐乃最强杀人武器，无形间伤人性命，多少高手惜败于此。不过今天，我说一句，可惜。小子，冲你这份胆量，老夫让你3招。不必，莫老前辈可曾听狮子亦当尽全力？是老夫失言了，小子，接招吧。不可小觑，让这样成功，可是否能抵挡？不好，我从功力抵挡不住，得继续加大功力。小子，要不行了吧？要不就束手就擒，也省去这些折磨。休想！好，既然你要坚持，那老夫便成全于你。全部功力，还是遇到这个杀人魔技。小子，受苦了的好娘们，不是受人所托，我真想收下你，可惜了。老夫曾经说过，正所谓心若冰清，天塌无惊，急躁乃武学之大忌。第300次挑战，我又输了。你才接触武道短短4年，就已经能逼出老夫的9成功力。你已是天骄了，
只是你的心不静，要求太多，反而成了你的拖累。那该怎么办呢？记着，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无欲则刚。欲则刚，无欲则刚。我找到破解杀人魔音的办法了。这件事该结束了。放肆了，抵抗！什么？他破了我的杀人魔音？这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用了什么方法破了我的杀人魔音？无欲则什么意思？你的杀人魔音本质上是利用音波频率伤人，我越是运功抵抗，你的魔音就越能找到机会调整频率，跟我同频共振，直至震碎我的五脏六腑。所以你收起了功力，放弃抵抗，这样就是个普通的人，我的魔音就无法与你共频了。正是如此。可惜啊，很多高手只知一味抵抗，却无法参透这其中玄机。好小子，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不用内力，如何战胜于我？哼，简单。莫老前辈可曾听闻拳怕少壮？你不要过来啊！哟，莫老前辈，你不是瞎子呀？说到底，我就是个卖唱的。哼，小子，你真是武道的好苗子。拿去吧。这是我毕生的心血，能参悟多少，就看你自己了。这是，没完成主家嘱托，是我无能了。谁？主人，你没事，太好了。青鸾，对不起，主人，是我失态了。我最近到底是怎么了？主人不会怪我吧？陈哥哥，你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别哭了，我这不是没事吗？那你答应我，你以后再也不能把我丢下。好，我答应你。少爷，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主人，这是什么？那个莫启呢？他被你打败了吗？他咬舌自尽了，这是他留给我的杀人魔音秘籍。太好了，这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宝贝。也许吧，等我有时间再研究。主人，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对方帮了这么久，也是时候该我们反击了。不好，我被人盯上了。好不容易到了海城，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见到龙九晨。大哥，咱们再不出手，他就要进城了。你以为我不想吗？
这女的虽然不会武功，但却是天下第一神医张妙手的亲孙，善施毒药，咱们不少弟兄都栽在了他手上。那怎么办？完不成任务，到时候李家会找我麻烦。你急什么？只要跟着他，总会有机会的。走。救命！女神，妈，这婊子也太奸诈了！刚才差点给我毒翻了，现在又接触到了龙九尘，我们该怎么办啊？看你这龙九尘，就算是天榜第一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我们。撤！束手就擒可活，胆敢反抗，杀无赦！陈哥哥，你运气真好，大清早就救个美女。你说他怎么那么久，偏偏找我求救呢？陈哥哥，你的意思是，这不会又是那个秦家搞的什么美人计吧？很快，我们就能得到答案了。主人，那2名凶手已经交代了，雇佣他们的是京都李家，而他正是天下第一神医张妙手的孙女张子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杀他，阻止他来找你。奇怪，李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也是收钱办事，至于原因，他们并不知晓。李家，我没去找你们，你们偏迫不及待找我来了。你快走，你快走！我这是在哪儿？这是龙家别墅，你忘了？是陈哥哥救的你。我衣服呢？你们把我衣服弄哪儿去了？快还给我！你那衣服又脏又破，我给你换了我的衣服。谁让你动我衣服的？快还给我！给你，不知好歹。幸好还在。就是一封信，我还以为什么宝贝。你们谁是龙九尘？我找他有笔生意要做。我就是。和外界流传的照片一样，看来他真是龙九尘了。我要你帮我复仇。是京都李家？是，5年前他们杀了我爷爷，又整整追杀了我5年，这个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凭什么要帮你？你看完这个，你就知道，帮的不只是我，更是帮你自己。李家，我龙九尘发誓要让你付出代价，不死不休。陈哥哥，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呀！这封信是我爷爷亲手写的，还有这个录音，里面证明了5年前李家设计谋害龙家，并收买境外势力，灭门龙家的阴谋。也正因如此，我爷爷才被李家灭口。什么？李旷身为大夏重臣，竟然想刺杀北凉王，他疯了不成？我爷爷曾说过，李匡为人阴狠毒辣，早有不臣之心。他收买北凉王不成，恼羞成怒，便痛下杀手。可是你爷爷当初为什么要帮龙家？我爷爷和龙帅曾是故交，当年被逼为李匡治病时，无意间得知此事。他本想告知龙帅，但失败了，被李家囚禁，只能用此方式保留证据。你爷爷是因为龙家才被李家害，老爷子的仇就这一肩担下。秦震，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莫启那个老东西能拿下龙九尘吗？少，莫启落败，确实是谁都无法预料到的呀。就是啊，李少，谁能想到龙九尘有那么高的武功，就连天榜第一都打不过他。俺的本圣要你们何用？啊！什么？张子轩那个贱货和龙九尘搞在一起了？那这么说，
我们李家全都暴露了。等福伯办完重要的事，我便派他助你一臂之力，屠龙计划持续成功，不许失败。好的，父亲放心，儿子一定完成任务。起来吧，起来，爸。来，爷爷。老兄，多谢李少开恩。李少，那个福伯是谁啊？很厉害吗？福伯是我父亲的专职保镖，实力深不可测。若非他不好虚名，故意隐藏身份，他能轻松杀穿整个天榜啊！秦战，让你的3000镇北军随时准备好，只要福伯一到，我们直接杀到龙九尘的别墅。我倒要看看这个龙九尘到底有多厉害。是。不是吗？又来，这次是杀手还是石云佑木有啊？为了爷爷，我做点牺牲，不算什么。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睡觉，钻人被窝，你也梦游啊？等等，你别走。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仅救了我，还顶着李家的压力收留了我。我愿意以身相许。不对，这不是你的真正目的。你若是不说，就请离开吧。我的计谋竟被他看穿了。你不是答应帮我报仇吗？为何这么多天了还迟迟未动？所以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催我动手？我是孤儿，若不是我爷爷收留我，又传授了我一身医术，早就冻死了。只要能为我爷爷报仇，杀了李匡和李天那对畜生父子，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父母的遗体还不知道被李家弄哪儿去了，所以此事不能急。龙九尘，你是出了名的纨绔好色，你现在在装什么正人君子？帮我，我现在就能给你。你就不怕我现在又食言而肥？我可是神医的孙女，医毒同源。你若是敢耍我，我有100种方式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这种趁人之危的事情，真正的男人不屑于此。外界传言，这龙九尘不是色中恶鬼吗？难道是我魅力不够？回房去吧，以后别搞这些。我说过，你的仇我已经担下了，只是现在时机未到。你什么意思？杀人是最简单的事情，真相光靠杀人可不能活。你是想留着李匡父子？没错，只要人活着，我早晚有办法让他们开口。如今他已被各方势力盯上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也许他的做法是对的。完了，这时候要被人发现，我可羞死了！你这个混蛋，要是敢出卖我，你就死定了！诗云又梦游了，出来吧，他只是梦游呢，没事儿。看样子真是在梦游。不行，我现在得赶紧走，他醒了就麻烦了。你在我陈哥哥床上干嘛呀？我好啊，我知道了，你是来勾引陈哥哥的。陈哥哥，你说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那有什么用？我的更加强。哎，姑奶奶，这都什么荒唐之词？你理解错了，你们俩都挺好的。姑奶奶，陈哥哥这么优秀，被其他女人惦记是很正常的。
行，我必须要抢先。那既然如此的话，陈哥哥，你选一个吧。无聊。不过我也很想知道他会选择谁。你没机会了，我告诉你，我跟陈哥哥可是青梅竹马，他是不会选你的。青梅竹马吗？还真是让人有些嫉妒。主人，主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青鸾啊，你怎么来了？两个女人，莫非主人喜欢这种？主人，青鸾这次来的是时候吗？你来的不是时候啊，不是，你来的正是时候。他刚才又梦游了。哦，那他呢？我是来找龙哥做一笔交易的。交易？不是，是要事，来商量要事。总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完了，越描越黑了，这次真是要笑死人了。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双。停！这是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这肯定不能啊，说了还过不过审了。唉，这些个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生猛，满嘴虎狼之词，我平时怎么没发现？那陈哥哥，你想好选谁了吗？主人，既然你要选，青鸾也想试一下。乱，你全乱套了。陈哥哥，我脑袋好痛啊！是昨晚没睡好吗？应该是吧，昨天晚上折腾太久了。陈哥哥，你看，青鸾姐姐也是。大清早的，你们吵什么？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礼貌？陈哥哥好心收留你，你不仅连一句道谢的话都不说，还在说我们吵。好了，大家快吃早餐吧。大家怎么都无精打采的呀？少爷，昨晚辛苦了，少爷。辛苦什么？少爷，德叔，你误会了，他们没睡好，不关我的事啊。少爷，昨天晚上你房间折腾了一夜，我都懂的。年轻人嘛，不晓得节制也很正常。少爷，一会儿中午正餐，我给你多加些羊蝎子，好给你补补啊。住口！我们才不需要。住口！我们才不需要。啊！德叔他误会了，别介意啊。我没睡好，是因为我梦游。我没睡好，是因为方小姐梦游，我要保护她。你呢？听说你没睡好，是因为梦游是吗？你经常梦游吗？对啊，不过关你什么事？你之所以会梦游，乃心神失养，肝郁气滞之故，只需一根银针，我便能帮你治好梦游症。你要真能治好失晕，我欠你个人情。龙九晨，你个臭男人，为了别的女人居然这么大方。人情倒不必了，只要你记得你答应我的事情便好。没问题。吃完早餐，我便帮你施针。女儿啊，据探子回报，天榜第一的莫启受秦家所托去击杀龙九晨，结果反被龙九晨击杀了。这个龙九晨倒是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依我看啊，这龙家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并不是外界传言的纨绔无助。现在我们叶家该入局了。京都李家那边似乎也有行动了，看来他们是想联合秦家，一举拿下龙九晨。为父镇守南疆，一刻也不能离开。既然秦战内司
有3000镇北军，那么我们也不能示弱，就由你来率领4000镇南军前去助龙家一臂之力。是，龙九晨，希望你能撑久一点，别让我太失望。我已调养好了你的心神，疏通了郁结之气，保证以后你的梦游都不会再犯了。你试着呼吸一下，是不是畅快多了？哎，真的，我感觉身上都轻快很多。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之前你帮我换衣服，我还对你那么凶，对不起。嗨，没关系。那现在咱们扯平了。星儿，秦家那边暂时不用盯着了，你的新任务是保护好他们。是，主人。那秦家那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倒要看看秦家还能使出什么招式。李少醒了吗？按照他的习惯，恐怕还有1-2个小时才行。儿子，咱们非得跟着李家一条道走到黑吗？爸，您老怎么还不明白呢？我这个镇北将军是当年全靠着出卖龙家获得李家的赏识得来的，要是离开了李家，你们秦家可就全完了呀。那3000镇北军是你的家底，咱们秦家损失太多，折腾不起呀。爸，您就放心吧，只要我们牢牢地跟定李家，到时候李家获取了虎符，就能做成那件大事儿，我们秦家就有从龙之功，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爷爷，我爸爸说的对啊。对了，女儿，李少是李家的唯一继承人，你要让他尽快的喜欢上你，从而嫁入李家。放心吧，爸，我堂堂海城第1美女，只要勾勾手指，还没有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李少，人家身子都给你了，你答应人家的事儿，可不能骗人家。放心吧，小宝贝儿，待我李家坐上那个位置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李少，你等待多日的福伯来了。喂，请他进来。少爷，老朽来迟了，快快请起。福伯呀，福伯，本少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你盼来了呀！啊！老朽奉老爷之命，前来听候少爷差遣。好。秦将军，马上集结你的3000镇北军，现在就随我和福伯一起去龙家。龙九晨若是再不交出虎符，今日便是他的死期。是。陈哥哥，那个什么，秦家和李家最近都没动静，我们终于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生日子。傻丫头，暴风雨来临前总是格外的宁静。陈哥哥，你的意思是他们在酝酿？想过安生日子，那还不简单啊？什么意思？少废话，龙九晨，乖乖把虎符交出来，所有人可免除一死。若敢违抗，杀无赦。你们这是私闯民宅，陈哥哥，快给他们打出去！想把我打出去，没那么简单。龙九晨，我今天来可是做足了准备的。是领天，这个禽兽！没错，我爸将率领3000镇北军赶来，到时将这里包围的水泄不通。就算你们今天死在这里，外面也没有谁会知道。你威胁我？废物！老娘就是威胁你，怎么了？老娘说过，要让你这废物付出代价。禽兽，我要杀了福伯，敢伤我家少爷，找死！你！
废了，留一口气就行。主人小心！你仅用上9层功力，这年轻人实力竟不在我之下。老家伙有点意思，但是是个硬茬子，怪不能积善莫启的老东西。还有谁？还有谁？陈哥哥，你没受伤吧？我看看你受没受伤。混蛋，你可不能有事，否则谁帮我报仇？主人，你没事吧？没事，有事的话是那个老家伙。你，父母，你还在等什么呢？我的命令你听不到吗？少爷，这龙九尘实力不在我之下，老朽一时拿他不下。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傅波不会骗我，看来只能等秦战的3000镇北军到了，再合力拿下这龙九尘了。龙九尘，机会难得，快帮我杀了他！别冲动，我爷爷被他们害得好惨，混蛋，你帮帮我，我求你了。紫萱姐姐，陈哥哥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应该相信他。自作孽不可活。龙九尘，我劝你最好不要胡来。我告诉你，等我的大军一到，你就死定了。你的大军已经来不了，你的大军已经来不了。真是，他怎么？而且他居然是女人。是谁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小心本少爷活剐了你！听好了，本将军乃是南疆统帅叶擎苍之女，镇南将军叶青梅。龙家落难时，我见他叶家帮忙，现在来想干什么？敢得罪我李家，真是一介武夫没脑子的蠢货！别说你一个小小的镇南将军，就算是你爹南疆统帅叶擎苍，在我李家面前，也只得乖乖的伏低做小。你们这帮废物，拿什么和京都李家比？真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宝贝儿说的对，快点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和镇北军怎么还没到。不用联系了，我说过，他们已经来不了。什么？我说，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的大军，不对，是秦家的3000镇北军以及秦战，都已经来不了。此女杀心极重，要是无兵权，莫非那3000镇北军被他屠了？不可能，应该是我想多了。少故弄玄虚，快说，秦将军和他的军队怎么了？秦战私自带兵回乡，他和他的3000镇北军都已经被本将军奉命扣押了。哈哈哈哈哈！你放屁！你糊弄3岁小孩呢？就是，我爹久经沙场，岂会被你这黄毛丫头给扣押？看叶青梅定是虚张声势，待我给我爹打个电话，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不可能，我爸不可能不接我电话的。莫非他真的被扣押了？是，怎么还不肯认清现实吗？本将军的4000镇南军就在这儿，不信可以亲自去看看。看样子，这叶青梅针对秦家大军是早有准备。看到没？秦将军回乡可是有着战部的批文许可的，你凭什么阻拦他？就是违背战部军令，你想谋逆不成？奉上尉口谕，扣押秦战，诵经述职。什么？这竟然是上尉的金牌？如何？还有什么异议吗？算你狠！龙九尘，给我听好，这事儿不会善了。你走。李胜，就这么算了？上尉已经插手了，这件事从长计议。那我爹怎么办？急什么？自会保下他。走。主人，这个叶青梅如此帮衬我们，定是另有所图。他们走了，现在该聊聊我们的事了。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合作？怎么合作？你龙家和李家有仇，
还是我叶家正和李家在战部争夺大司令的重要职位，整垮李家，你龙家大仇得报，而我叶家再无敌手，如此两全其美。我叶家为表诚意，特意押上父辈功勋，向上尉求来了金牌。今日之事你也看到了，这女人没这么简单，恐怕也是冲着虎符来的。不过有叶家冲在前面，也能省去我不少麻烦，不如就陪她玩玩。既然这样，那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一言为定，合作愉快。为了更好的合作，我这几天就住在海城。你家这么大，不介意给我间客房吧？叶将军不是要押送秦战去监工吗？此等小事，自有我副官去做。怎么？莫非你不欢迎我？当然欢迎。德叔，少爷，给叶将军收拾一间客房。叶将军，请随我来。张医生，你来龙家也是为了护符。你来龙家也是为了护符。叶青梅心思深沉，她不拆穿我的身份，未必是件好事。又来一个女人，我是不会让他们抢走我的陈哥哥。主人，我觉得这个叶青梅别有用心，还有，我怕李家接连失败，他们会狗急跳墙。放心，我自有分寸。至于李家嘛，蹦跶不了多久。你们总算到了，怎么样？虎符到手了吗？难道没成功？哎呀，别提了，不仅虎符没拿到，也还被那个什么镇南将军叶青梅给扣押了，说要送回京都请罪呢。哎呀，这如何是好呀？我当初就说有风险，你爹就是不听。行了，别好了，那个叶青梅算个什么东西？秦将军，我李家的人自会保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怎么继续屠龙计划，怎么拿到虎符。李少，我有一计，我们直接将龙九晨最在意的人给绑架起来，就不信他不交出虎符。有道理啊，少爷。可是那龙九晨武功甚高，怕是不易成功啊。傅伯，我记得你是不是精通易容术啊？是的，少爷。那就好办了。这几天你给我盯紧龙家，我就不信老虎还没有打盹的时候。叶将军，我已等候多时了。别来无恙啊！我是该叫你张轩神医，还是张子轩神医呢？张轩只是我保命的化名，之前女扮男装多有隐瞒，还望叶将军体谅海涵。你我并无过节，甚至还有点交情，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来龙家也是为了虎符？什么龙符虎符的，我都没兴趣。啊？那你是？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李家父子下地狱。巧了，我的敌人也是李家，只要我们成功拿下龙九晨，他定会相助达成目的。友情提示一句，龙九晨可不是那么好拿下的。是吗？本将军可没见过不爱吃腥的猫。爷爷，你的虎符到底藏在哪儿啊？只要我能调集10万军队，就能逼近京都，拿下李家了。没想到堂堂龙少也有醉酒消愁的时候。大晚上不睡觉，你来干什么？我来，自然是来色诱你啊。
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说了，只要你我两个联姻，到时候整个大夏战局都将是我说了算。看来你也是冲我的虎符来的了。没错，不过我不是想抢夺，我想确认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女人，你是在玩我？怎么，你怕了？怕？是怕你不敢。本将军征战沙城，就没有什么怕的，成败在此一举。叶青梅，为了叶家，你可以的。龙九晨，你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爷爷的虎符在哪儿。混蛋，你敢耍我！要是真想耍你，刚才就何至于告诉你真相？我杀了你！何至于告诉你真相？我杀了你！你看你，杀人都没力气，还说自己是镇南将军。你混蛋！没想到我堂堂镇南将军竟被调戏了。龙九晨，咱们走着瞧。女人还真是奇怪，你骗她吧，她对你死心塌地；你不骗她，她又不乐意。主人，这个叶青梅果然目的不纯。无妨，反正盯上我虎符的不止叶家一个。爷爷真是好手段，他估计是怕以前的我纨绔驾驭不住，所以虎符的下落连我也不告诉。主人，龙帅临终之前将虎符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四大密使，想来他已经为你铺好了路，只不过你没发现而已。铺路？是啊，我爸妈惨遭横祸，爷爷察觉敌人背后势力庞大，为了保护我，才将我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往狱中，又安排老杨头教我武功。最后，主人，这个龙戒是爷爷托付老杨头交给我唯一的义务，难道他和虎符有关？主人，这枚龙戒，龙帅不仅随身携带，视为珍宝，更是他身份的象征。依我看，这内却有字，不过不太清晰，但由内里画去遮挡。原来这龙戒就是虎符，太好了！今晚你速执虎符，暗自前往本疆，召集10万镇美军待命。是。谁在那儿？谁在那儿？站住！别跑！怎么回事？刚刚有黑衣人在你门口偷听，被我发现后逃了。主人，那虎……该死，差点把虎符的事情说漏嘴。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饶不过他。别追了，你看清是谁了吗？没有，对方武功极高，又蒙着面。不过依身形看的话，应该是李家那个叫福伯的高手。李家还真是块狗皮膏药。青鸾，我吩咐的事情得抓紧了。神神秘秘，到底搞什么鬼？快说，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你叶大将军？真的？你要是不信，继续来我房间了。你，混蛋！陆金、龙焰两家已经联手，上尉对我李家已经起了疑心，屠龙计划要尽快完成啊！是，爸，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福伯，怎么样？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少爷，
我找到虎符的下落了。什么？太好了！我开免提。爸，我们找到虎符的下落了。老爷，原来虎符一直藏在龙九臣的身上，就是他爷爷送他的那枚龙戒。福伯，要尽全力辅助少爷，尽快拿到虎符。是，老爷。10日之内必须拿到虎符，完不成任务，你们就别回来了。等我拿到调集10万镇北军的虎符，那个位置尚为你做的，我李匡一样能做的。我去，你这么盯着我干嘛？龙九臣，秋兰去哪儿了？昨晚的事情，你真没瞒着我什么？少爷，你的牛奶。德叔，诗韵呢？她怎么没来吃早餐？方小姐昨天晚上受了风寒，她还没起来呢。什么？我去看看。不用了，我已经喂她吃过药了，没什么大碍，多休息就好了。那就好。你这是准备干嘛去？哦，我炼制百灵丹还差几味药材，我准备去周边山上看看能不能弄到。张神医，现在李家对我们虎视眈眈，你一个人外出，怕是太危险了吧？要不然等等。不行，我作为一个医者，为了炼制百灵丹，我已经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绝不能放弃。这样吧，先吃早餐，吃完了我陪你去。真的吗？随便你吧。看来他还是关心我的。叶将军，家里就交给你了。我吃好了，我们走吧。那个，龙哥，谢谢你陪我。没事，你治好了诗韵的梦游症，我帮你不算什么。难道你帮我，单纯的是因为诗韵吗？其实也不全是，还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快看，我找到了图灵草。果然是图灵草，我找了它3年，终于找到了。等等，小心！方小姐，你快让开！主人中了蛇毒，张神医让我回来取药，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哥哥出事了，我要和你一起去。行吧，那咱们快点。等等，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方小姐风寒未愈，不能跟你走。主人现在危在旦夕，谁敢阻拦我，我就杀了谁！啊，青兰姐姐，等等我！青兰，你走慢点，方小姐快跟不上了。没事，走快点，去给这哥哥索养。怎么还没到？龙九臣他们到底在哪？到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易容术，是我大意了。福伯，你的易容术就是厉害，他们完全没看出来是我假扮的。老朽的易容术虽然骗不过龙九臣这样的高手，但是骗他们完全是绰绰有余。方小姐，你先走，
我来拖住他。想走，没门儿！无耻老贼，有种继续冲我来！放开方小姐！既然你敢误压我，我今天要杀了你！等等，有人报信，下午5点让龙九晨一个人带着虎符去城外西郊换人，单说花样，就等着给他的青梅竹马收尸吧。走！算你走运，下次我一定杀了你。你说，诗韵和叶将军都跟另一个青鸾走了？是啊，他们前脚走后不久，这个青鸾姑娘后脚又回来了。有2个青鸾。主人，难道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易容术？不行，我得去找他们。叶小姐，你怎么了？方小姐被抓走了。什么？啊！陈哥哥，陈哥哥，你快走啊！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快走啊！傅伯，让他闭嘴。住手！混蛋！我来了，放了他。放了他，放了他可以啊。我要的东西呢？傅伯，这个就是虎符。不错，少爷，这正是能调动10万镇北军的虎符。快给我！你先放了他。龙九人，你当我是傻子啊？我现在放了他，你不得撕碎我们？那你想怎么样？吃了它，给我们一个保障。放心吧，不会立刻杀了你。但是如果你不吃，他就会立即死。住手！不吃！这就对了。乖，吃。废物就是废物，龙九人，你的一切早晚都是礼尚。诗韵说过会保护你的。哈哈哈哈！你们看呐，他吃了断肠丹。哈哈哈哈哈哈！九晨，这下乖乖等死吧。龙九晨，你吃了我李家为你们这种高手特制的断肠丹，就算你是1品武尊，也只能沦为废人，乖乖任我宰割。少废话！放神！福伯，你确定是他吗？不错，少爷，这正是虎符。终于拿到他了，有了他，我李家大势可期。少爷，事不宜迟，赶紧送去京都给老爷。出来吧！你的轻功天下无敌，以最快的速度把虎符交给我父亲，要重重有赏。遵命。现在可以放人了吗？
没事。本少宣布，屠龙计划至此功德圆满。哈哈哈哈哈哈！龙九晨，我说过，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沈月，你让开！去死吧！去死吧！师傅，快看，他在吃什么？不好！混蛋！你不是吃了断肠丹吗？怎么会？陈哥哥，你没事，你没事，真的太好了！找死！绝对不可能！你怎么能过去这断肠丹？百灵丹听过吗？区区断肠丹，在他面前犹如萤火之光。百灵丹，这种神仙之草是从何得的？这是我连夜炼制的百灵丹，拿好，以防万一。这是要来之不易，我不能要。龙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等你。主人，青鸾等你回来。混蛋！如果你回不来，本将军会率领带来的4000镇南军，和他们拼了。总有逆，触之必死，你不该懂时运的。不，别杀我！我告诉你个秘密，足以能换我这条命。我不在乎。不，你肯定在乎。龙九晨，你父母还没死。说过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还拿这些骗我？不，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你看这个，啊，这是你父亲随身携带的玉佩，你肯定认识啊。少爷，这不是这种机密的，你会让老爷失望的。闭嘴！我的命都快没了，有什么机密比我的命还重要？李家有此等贪生怕死之人，李家完了，李家完了！陈哥哥，你确定这是龙伯伯的玉佩吗？难道说李天说的都是真的？是真的，我肯定不会骗你的。我敢拿我的项上人头发誓，你父亲就关在我李家密牢里。你要在哪儿？带我去！月老，只有我父亲知道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啊！找死！但是，你可以把我当人质，用我向我爸换取你父母。龙哥，我家就我一个肚子，我爸不会放弃我的，他一定不会不管我的。救命！救命！我凭什么相信你？当初我爸设计陷害你龙家时雇佣的杀手团，并没有真正的置你父母于死地。后来，我爸利用秦家挖出了你父母的棺材，秘密运往京都，暗中救活了他们，就是想通过他们找到五夫的下落。这事儿我爸藏得极深，我也是无意间偷听到的。
少爷，别再说了，你闭嘴！我够了想死，我还不想死。很好，继续说，看看有什么理由能让我饶你一命。现在我父亲已经得到了护符，那你父母就没有用处了。有他们换我这个李家独子，绝对不亏。我爸一定会同意的。知父莫若子，好，我就信你一回。龙哥哥，这个李天诡计多端，我怕他要跟上花样，我直接凌迟了他。不敢，龙哥，我绝对不敢。我不敢，龙哥，我绝对不敢。你没杀叶青雨，我也饶你一命，滚回李家报信去。李家完了，父母，你一定安全回去，让我爹来救我。再给我走一步，我就废了你的2条腿。不走，我不走。李匡，我们2家之间的博弈，现在才正式开始。好啊，好啊，好啊！哈哈哈哈哈哈！终于得到他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此一来，密室中的龙霄夫妻便没用了。这下我可以送他上路了。老爷，老爷，怎么回事？怎么伤成这样？老爷，被龙舅抓走了，还让你用龙霄夫妻换人。既然龙九成已经知道了此事，那接下来我们的博弈只能打明牌了。少爷，您刚才说的是真的吗？老爷和夫人他们都还没有死，我怎么感觉像在做梦呢？放心吧，这不是做梦，很快我们就能见面了。叶将军，李天和秦子清是我们这次换人的筹码，万万马虎不得。放心吧，就这2人，我派了整整1个营看守。如此大动干戈，辛苦了。不辛苦，3日后老地方换人，我陪你去。本将军在城外还有4000镇南军，要是李匡父子敢耍花样，我就围了他们。你重伤未愈，还是在家休息吧。主人，那我陪你去。也好，若是有事，也好接应他们。那我……你们就在家照顾好叶将军。爸妈，还要不孝，让你们受苦了。晨儿，夫君快看，果然是我们的晨儿。行了，正经的话留着回家说去，先办正事儿。爸，你快救救我呀！闭嘴！一点都不像我们李家人的样子。一会儿我再收拾你。我的好爸爸，你要都有国法家法都没问题。你快先救救我，你的儿子我呀！就是啊，李家主，救命啊！废物！老子脸都给你们丢尽了！少说废话，开始换人吧。爸妈，孩儿想你。晨儿，5年没见了，快让妈妈看看，长高了不少啊！能独当一面，是个男子汉。青鸾参见北凉王，
赵将军。青鸾，辛苦你照顾我们晨儿了。青鸾不敢鞠躬，主人，不如趁此机会拿下李匡父子俩，夺回虎符。你们不守规矩，我上！不必了。李匡这个老狐狸，想必已经把虎符交给别人了，提前去北凉布置军队了。龙家小子，你果然跟我博弈这么久，看来还是有些本事。不过我实话告诉你吧，此时秦战拿着虎符，恐怕已经身在北凉了。主人，要不要拿下他们，换回虎符？你敢？我们给秦战下了命令，如果我们父子俩出了事儿，10万镇北军将一路屠杀进京都，让天下所有百姓给我们父子2人陪葬。你疯了不成？若不疯魔，怎么能成大业？爸，妈，咱们回家。妈，儿子无能，求您原谅儿子。老爷，您就这么放了龙啸父亲吗？他们可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又是这10万镇北军的大帅呀！哼，那我是傻子吗？那父妻2人早就下了断肠丹，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老爷英明。爸，您这招是真高啊！我就算是再学个几10年，也望尘莫及啊！就是啊，李家主，你太厉害了！起来吧，贤儿，你可是我们李家唯一的继承人，这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呐，凡事要3思而后行。父亲教训的是，儿子记下了。老东西，等老子继承了李家，谁还听你啰里吧嗦？整整5年了，没想到啊，我们还能回来。是啊，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说这些了。诶，诗韵他们呢？4个姑娘刚才不都还在这儿吗？怎么一会儿功夫全跑了？是哦，现在的年轻人都睡那么早的吗？晨儿，你这是干嘛？爸妈，晨儿不孝，让你2老受苦了。今天就让我为你们洗一次脚吧。这是做什么？就是啊，你这么大小伙子了，爸妈怎么能让你洗脚呢？爸妈，我再大也是你们的孩子。晨儿长大了，我们晨儿真的长大了。是啊，就好像一夜之间从纨绔变成了好男儿，他爷爷在天之灵，也该欣慰了呀。爷爷是被李家害死的，这血海深仇，我不会忘记。可惜啊，你爷爷的虎符还是便宜了李家。李匡那个老匹夫必定会召集10万镇北军前往京都逼宫，战端一开，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百姓会遭殃啊！10万镇北军必途经海城，我们在这儿拦着他们不就行了？这一去，莫非都是你的意料之中？晨儿，你到底要干什么？他李家想干嘛，与我无关。我只想借助上
将他李家连根拔起。所以说，让出虎符，让李家生出反心，这一切都是你暗中计划的。与其说是我的计划，不如说都在我计划之内。若他李匡不做，我也会亲率10万镇北军逼近京都。管他什么李家王子，只要当初参与害我龙家的，我都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家主大驾光临，真是我秦家蓬荜生辉呀！秦老爷子不必客气，秦家以我李家为主，到时从龙之功是必不可少啊！老朽多谢李家，不，多谢上位了。秦老爷子这么会说话，那就多说2句啊！爸，秦将军发来消息，说他率领10万镇北军一路轻装，3日内便可抵达海城，与我们会合。海城是通往京都的必经之路，意思一好，大意不得。爸，你指的是龙九臣？李家，不是上尉。现在龙九臣一无所有，他还能掀起什么浪花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伯伯，是，你和天儿去趟锁龙岛监狱，请邪神出来，专门对付龙九臣，如此我才能安心呢。是，老爷。福无双参见邪神大人。福伯，就这么个臭老头，你确定他能打得过龙九臣？少爷，不得无礼。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黄土埋到脖子根的臭老头，惹急了本少，本少现在就送他归西。少爷，别再说了。邪神大人，我家少爷年少无知，请邪神莫怪。求邪神大人开恩，我愿一命换一命。谢邪神大人开恩。蝼蚁还不配本尊出手。你刚才说要请我出山，杀谁呀？海城龙家龙九臣。有点意思。他如今怎么样了？我知道您的规矩，不是绝顶高手，您不会出山。那龙九臣击杀了天榜第一，如今恐怕已达到了一品武尊后期境界。好徒儿，你的进步大大出乎了为师的预料啊！是时候让为师陪你玩玩了。好久不做噩梦了，怎么突然又开始了？难道是什么征兆不成？啊！不好！妈，妈，你怎么了？世袭个女人，哪个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怎么突然之间一个一个都转性了？儿子，依老妈多年的经验，我看呐，他们4个可都是冲着你来的。冲着我来的？不可能吧？什么不可能啊？你个臭小子，我还说你长大了，没想到和之前一样的纨绔。找女人也就罢了，一找4个，你受得了吗？哎呀，你个老不正经的，你胡说什么呢？没什么，儿子，这4个绝世美人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自求多福吧。你还说？走了。儿子，妈看得出来，他们4个都是好姑娘，都想在我们面前留个好印象。我的儿子就是优秀。妈，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你啊，就慢慢学吧。妈呀！
做你爸的时间不多了。陈哥哥，你吃。谢谢。主人，你也吃。谢谢。你们也吃。不用这样，我自己会夹的。少废话。你们今天怎么了？中邪了呀？平时也不这样啊。哎呀，真是个傻小子。就是，我龙啸一世英雄，怎么就生出这种榆木脑袋的傻瓜来？这样，以前的不算，从现在开始，他们4个轮流给你夹菜，你喜欢谁就把谁的菜吃了。爸妈，最后也不带你们这样的吧？废话少说，开始吧。快选啊！愣着干嘛？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大不了一起。一定要看准了再选啊！主人，无论你怎么选，青鸾都不会怪你的。我们也是。妈，你怎么了？晨儿，妈，看来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是无法亲眼见证你的幸福。你要照顾好自己，我要去照顾你妈了。子轩，我爸妈怎么样了？伯父伯母这是中了李家的断肠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今毒发，才会导致他们晕倒。又是李家。子轩，我求你，一定要救救他们。伯父伯母中毒太深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救回来。如果我明白，子轩，放手去做，不管怎么样，我都甘心。你帮我把这些药丸喂给他们服下。这是百灵丹，你辛辛苦苦炼制5年了，才成功炼制3个，给了我一个，如今又……龙哥，救人是医生的天职，这灵药再宝贵，也要用在救人身上。谢了，算我欠你的。我来吧。谁要你钱？我只想要你选我。爸妈，你们一定要好起来。我们一家人才刚刚重聚，我还没有好好孝顺你。主人，您放心吧，北凉王和赵将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一定会没事的。是啊，青鸾姐姐说的对，伯伯和伯母已经死过1次的人了，阎王殿不会再收第2次了。龙九臣，振作起来！妈，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太好了，看样子是伯父伯母常年为国征战，体格比常人健硕，再加上百灵丹发挥了作用，让他们把体内的毒血全都排出来了。现在毒素全部排尽了。多谢张神医的救命之恩，你要替我们好好报答张神医。好。谢谢子轩。哎呀，你个臭流氓！少爷，少爷，不好了！不知道是谁把这决战书塞进了家门。老杨的，你出此引导了？晨儿，怎么回事？是谁的挑战书？啊，没事儿，一个无名小辈罢了。听说我击杀了天榜第1，想挑战我正道呢。主人，我不可声张。叶将军，李家裹挟的10万镇北军，今日即将途经海州，我想借你的4000镇明军营。干笑死你！好，你即刻亲率你的镇明军，
护着父母，前往阻击10万正白军。4000对10万，我倒是不怕死。可是，这样真的能拦住李家的人吗？真的能阻拦李家的人吗？李匡老匹夫以为真能凭借一个区区虎符就能命令我爷爷留下的镇北军，简直可笑。难道不是吗？秦岚已经摸过底了，镇北军将领都是我爷爷的亲信，我父亲的属下，只要我父母亲临镇北军中，顷刻即可重新号令他们。不错，我北凉王治军多年，这点威望还是有的。爸妈，青梅，你们夺回军权后，立刻原地驻扎，不可再向京都前进一步。好，那你呢？你不回吗？我嘛，就先去搞定挑战者。爸，你急什么？伏波带着邪神去找龙九尘，这次肯定不会失手的。你懂什么？我在等我的10万大军，怎么还不来？上尉，我爸传来消息，他率领的10万大军已经抵达海城，现在正在城外，是扎营等待，还是继续急行军？急行军，必须急行军！要尽快赶到京都，打他个措手不及。可是爸，伏波那边不管了吧？你个蠢货！等我们走了，他成功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快走，我们必须赶到京都反应之前进行闪电战。哟，老杨头，你不是在索隆岛躲清静，不出来吗？他们说你出手不俗，天榜第1的人都被你搞死了，所以我出来看看喽。有没有搞错，老杨头？你想当出头鸟是吗？哎，不是，不是，我今天出来就是想杀死你，要么你把我杀死。我早就听说你最新武功，没想到竟然这个人，看来是没得谈喽。龙九尘，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我跟我徒儿说话，哪轮得着你插话？好徒儿，看看这只苍蝇被我给拍死了。怎么，你是让我来杀死你，还是你来杀死我呀？你不是他对手，撤到边去，这是命令。好。谁在那？再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别，青鸾姐，是我们。方小姐，张神医，主人这次的对手十分棘手，你们跟紧我，千万要小心。徒儿，小心哦，师傅来了。别过去，会分散主人的注意力的。徒儿啊，你很让为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有2下子，谁知你就有那么一点点。老杨头，刚才让你几招，一拳师徒情分。现在我要认真了。认真，认真好，认真好啊！主人，陈哥哥，龙哥，没事吧？完了，龙哥已经断了几条经脉了。我这一品武尊后期已经是武道巅峰了，竟然还打不过这老杨头，他究竟是什么境界啊？徒儿，你这也太让为师失望了。
现在只有让为师打死你了。你别过来！暴雨梨花定！暴雨梨花定！天下武功，唯坚不破。就你这点小伎俩，也配跟老夫耍？不准伤害我陈哥哥！想杀我龙哥，必须先杀了我。青鸾誓死捍卫主人。住手！别伤害他们！女人影响我出拳的速度啊！徒儿，怪不得你现在武功这么差，原来你身边围绕着这么多女人啊！屁事儿！我看你是嫉妒吧。行了行了，我现在打死你，我就回锁龙岛去睡觉吧。难道今天我就要命丧于此了吗？武学的至高境界是止戈为武，无欲则刚。无欲则刚，青鸾，快把笛子给我！我融合了莫奇老前辈的毕生绝学，加上对武道的理解，这首曲子我称之为《阔海涛声曲》。别吹了，我服了，我服了。这怎么有点像莫奇的杀人魔音？我确实，不然我不可能抵挡不了啊！老杨头，你要不认输，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休想！你去死吧！我不服！这是什么功法？竟然能够散去我全身功力！想学啊？我教你。不过你应该会的，你教过我。什么意思？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止戈为武，无欲则刚，不是你教我的吗？我输了，我输了。老杨头，其实你不是输给了我，你是输给了你自己。太好了，陈哥哥你赢了！我就知道龙哥能赢，正义必胜。主人，青鸾以你为荣。走吧，咱们回家吧。接下来，希望叶将军那边同样顺利。小心！俺是天下第一，俺是天下第一！老杨，你的执念太重，我帮不了你。那个人怎么了？怎么疯疯癫癫的？不用管他。对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北凉王也就是你爸，往那10万镇北军面前一站，那些高级将领纷纷跪下，直呼北凉王万岁。也就是说很成功了。那我父母现在在哪？北凉王和赵将军正在劳军，晚上才能回家。至于李匡父子和秦家人，都被我把控。现在看你的了。啊，我知道秦家和李家都跟你有仇，只要你一句话，我能把他们都交由你处置。如此一来，你就不怕上位降罪吗？你别忘了，我们击掌为誓过，龙叶两家结盟，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哪怕杀去京都。先向上尉请示，看他如何处理吧。若他让我满意，我便就此罢了；若是不，你刚才的提议也未尝不可。行了，咱们先回家吧。哎，陈哥哥，我受伤了，走不动了，你能不能背我？没问题，我背你。哎，主人，我也走不动了。还有我也要背。不是，你们3个我一个人怎么背啊？那个，你要帮忙是吧？不，我的意思是，我刚才走路太辛苦了，我也想让你背。
算了，我谁也不背，都自己走吧。上尉那边还算懂事儿，秦家和李家皆因反叛罪被判诛刑，由你亲自执行。这个结果，你看满意吗？秦家虽然垮了，李家不是还没垮吗？接下来就看上尉怎么办了。我说过，我要让陷害过我龙家的所有势力都血债血偿。陈哥哥，我爸问我，咱俩什么时候去家里玩？顺便龙哥，你跟我去北凉摘草药吧，北凉的风光可好了。别听他们的，跟我回南疆。主人，无论你去哪里，青鸾都会陪着你，不离不弃。跟我回南疆，跟我回南疆，跟我走。主人，你别回南疆，别了，主人，错了，救命！